今年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有一位25岁的姑娘，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人确实很漂亮，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也扣，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就是觉得长得丑啊，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好不容易啊，有一位男士27岁，在事业单位工作，长得很帅啊，父母都是医生，这家庭条件也好啊。这姑娘觉得还行，想见面认识看看。给这男士看了这姑娘照片，他也很愿意，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昨天晚上俩人就约着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俩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很开心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个沉稳，脾气也很温和，平常喜欢运动啊，经常去健身房，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完了他就问这个姑娘，哎呀，你性格怎么样呀？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人这姑娘可有意思了，说我比较懒，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说平常喜欢购物，喜欢旅游，喜欢看剧，喜欢睡觉等等。这给男士听懵了这些都不是优点吧？这姑娘反问怎么不是啊？不做饭，比较懒，都告诉你了，这说明我不装呀，不藏着掖着呀。爱购物，爱旅游，说明我热爱生活。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这姑娘说，少则1年3、4次，多则1个月1次。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看看大好山河呀，也享受一下生活。男士吓得呀，赶紧摸摸口袋，你想的是山河大海，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他就很好奇你1个月月薪肯定得有好几万吧？人姑娘很爽快，就5000，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给男士听的呀，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这女方跟男方出门，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她想找个同频的人一起出去享受生活。听到这儿，这男士就怼了他一句我也挺热爱生活的，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喜欢吃澳洲龙虾，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然后就问这姑娘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男士就反问他，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行了，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涌动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男方听了也不让既然你说我计较，那火锅钱咱一人一半。说着呢，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转身就走让前台去收剩下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回去之后，这男士就失联了，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了，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我就特别的纳闷以前呢这人相亲都介绍自己，哎呀勤快，性格温柔，会做饭，爱干净。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比较懒，性格不好，脾气急，不会做饭，还得让人照顾，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这种上来就摊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你爱喜欢不喜欢。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他只会说哎呀自己性格温柔，会做饭，会理财，会规划生活。另外呢，1个月工资几千的人，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把喜欢旅游、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说自己热爱生活，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这在相亲市场上是绝对的减分项，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哎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短则几天，长则数周不在家。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我们去相亲选择结婚对象，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收入、职业发展、家庭背景，对方的脾气性格，哪怕是身高样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没有利他的价值，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而非消费本身。你拿着几千的月薪，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这男人不跑才怪呢。有些人来相亲你就是扯犊子。有一姑娘很坚定的丁克主义来参加相亲会，埋怨别人怎么不接受。大姐，你给人断子绝孙，你让别人怎么接受气得我是血压乱窜有2天没发视频了，办相亲会去了，办了4场，忙得要命。今天上午呢是硕博专场相亲会，人不多会上呢就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个女孩子今年28岁身材高挑，很好看，就长得特别像那个高圆圆，是一个女医生。相亲会上面就有3位男士就特别喜欢她，跟她表白有一个男士就很高，但是很瘦，这个女孩她不太喜欢瘦的，就拒绝了。还有2位男士这姑娘觉得还行，一位是牙科医生共同话题也比较多，另一位呢是公务员，工作好，人也挺帅，同岁的。1号男嘉宾就比较浪漫喜欢画大饼，有点像那个非诚勿扰那种场面。
跟姑娘说呀，见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你，此生非你不娶。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就像我无法描述水是什么味道，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你，就像我需要水一样。哎呀，你听人这表白词啊，听的人是麻酥酥的呀。2号男嘉宾啊就比较务实一点，说自己会做饭，会打扫卫生，会疼人，会照顾人。你开心我就陪你啊，你不开心啊我就安慰你。你要不说你是来相亲的，哥们儿，我都以为你是来应聘养老院的呀。这姑娘听完了，哎呀，特别纠结啊。2位男士都挺好的呀，她就很想问一个问题，2位男士就争先恐后，特别期待。这姑娘酝酿了一下啊，来了句：“我这辈子不生孩子，你们接受吗？”真的那一瞬间，现场是哑口无言啊！我呀，又吃惊又纳闷啊，你这是要丁克吗？哎，他拿着话筒说：“对，我要丁克。我不喜欢孩子，我也不喜欢照顾孩子。在医院工作，这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我也不希望我的人生太累。”还没等他说完，这1号男嘉宾啊就插话说：“不好意思，我接受不了。在我看来呀，有孩子才算完美，这丁克就是自私。”转身呢就走了。这姑娘当时就挺失落呀，转身呢这望向2号男嘉宾，她是很期待2号能够认可她的。这位男士啊就本着渡人渡己的精神，哎，先劝他，你可以先过2人世界，后面再考虑孩子嘛。这孩子是希望生孩子人生才算完美，不生孩子现在舒服，老了会后悔的呀。结果这句话人女方听了直接很有意见啊，表示生不生那是自己的意愿，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互相尊重就好了，你不需要来劝我。行了，2号嘉宾啊看自己说不通啊，他就不接受这样的人生观，转身啊就退场。女孩子有点懵了啊，而且还有点失落。散会的时候呢，这姑娘就找我，她说特别想不明白啊，喜欢我不应该包容我的想法吗？听得我也是特别无语啊，妹妹，你是丁克呀，你要给人断子绝孙的呀。我问她你是真想丁克还是暂时的？她说是真的想，她觉得孩子是负担，生出来自己又抚养不好，她觉得有罪，她也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啊过得太辛苦。哎呀，姑娘，我也挺认同你的想法，哎，我觉得你想法很好，活着终究是为自己负责，只要不是一时的情绪输出啊，那啥决定都是你的事儿。但你丁克，你不能强迫去喜欢你的人接受你的观点吧？你可以找个愿意丁克的人再谈感情啊，但是你不能找个不想丁克的，就因为爱你，所以你要人家丁克。哎呀，这事儿就反了。就好像你想找个有车有房年入几百万的，没问题，但你需要找到已经有这个条件的人去爱你，愿意娶你，而不是你跟穷小子谈恋爱了，你就逼着他去给你买车买房，再给你几百万，这是一样的。就这样式的，谈了一半啊，爱你爱的死去活来了。哎呀妈呀，你跟人说要丁克，给人断子绝孙呀，人家祖宗啊都得刨坟爬出来找你算账，是这个理不？有一对情侣啊，谈了6年的感情，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女方父母是执意啊，要求是18万的彩礼。女方父母呢说有自己的盘算，一来啊希望男方家庭富裕能够给得起这笔钱，二来呢是希望给女儿一个保障，万一婚姻啊有变动，那女儿也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女方父母呢也表示啊，自己养大女儿啊不容易，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所以啊不会陪送嫁妆。这位姑娘呢对男友啊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也非常的想跟他在一起。她认为呢男方家庭条件不错，18万呢完全可以拿得出来，所以呢这个姑娘也希望男友啊能够委曲求全。但是男友啊却无法接受这个女方父母的要求，认为这是变相的卖女儿，不看任何感情的情分，开口就要钱，将来呢也是没办法跟这样的家人打交道。一气之下呀，2人就闹了矛盾，分手了。讽刺的是啊，不到1年，男士啊就相亲认识了一位条件不错、长相也不错的姑娘，彼此呢都觉得合适，年龄啊也大了，于是2个人就结婚了。男方给这个姑娘的彩礼呢也是18万，女方呢陪嫁了8万和1辆车。那有人就问这个男士，是不是更爱这个相亲认识的姑娘，所以啊才愿意出钱去娶她？男士说啊，不是，我跟她没有多少感情，只是觉得彼此条件合适，家里满意，相处的舒服而已。他说呢，我给不了人家什么感情，那总得给一笔钱吧，要不别人凭什么嫁给我？那位谈了6年的前女友啊，知道之后非常生气，也很伤心，说自己那么爱他，和他在一起啊，生活了6年，却比不上一位相亲只认识几天的姑娘。18万呢，宁可娶一位陌生人，也不愿意娶自己。而女方的父母也说啊，男士根本就不爱女儿，喜新厌旧，明显就是渣男，害女儿是白白浪费了6年的青春。这个男人啊，就不是什么好人。肯定啊会有人说啊，这种男人不嫁就对了，不顾及6年的感情，同样的彩礼是宁可给陌生人，也不愿意给相爱6年的爱人。
明明就是喜新厌旧的渣男。其实啊，这个案例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大家呢应该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彩礼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男方是完全可以给得出的。问题在女方父母明知两人有6年的感情，却狮子大开口，直接跟男方要18万，想让这笔钱作为女儿的保障。这不是保障女儿，而是自私变相的压榨男方。6年感情，男方对女方的物质上的付出也应该有很多，最后还要18万，那真的不如直接相亲给别人18万。不近人情和一毛不拔的态度其实是男方最不能接受的。不要总拿6年的感情去道德绑架别人，付出呢都是相互的。为什么国家不支持高价彩礼？因为彩礼成了某些人为满足私欲变相压榨他人的理由。还有那种要彩礼是给女方保障的说法，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搞笑。请问是保障女方婚后不上班还有钱花，还是保障女方离婚之后手上还有钱呢？如果想要钱的话，那咱就明码标价，买得起咱成交，买不起咱就找便宜的。双方自由恋爱，因为感情走到一起的，那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双方你来我往，有很多感情投入才有今天。这就好比你出门打出租车，给钱你觉得是应该的，但是好朋友提出开车去送你，你提出呢要给油钱，朋友却说呢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来收，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这不就是又想当那什么，又想立牌坊吗？大家怎么看？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就是中国单身人口超过了2个亿，男单身呢是比女单身多了3000多万。昨天呢，我是看了一篇文章呢，显示就是首先呢是外国的女性是有很多呢是加入到中国，其次呢女性的寿命是比男性要长5年，所以中国男女比例实际整体是女多男少。这其中呢有至少5000万呢是老年单身女性，另外呢还有几千万职场女性是散落在这个机关单位，你像外企还有国企、私企等等。而大量的这个单身男士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农村，致使目前呢形成了3大光棍体系。一是呢农村男光棍，二是职场女光棍，三呢是老年的女光棍。因为大多数这个女光棍找这个对象条件真的是高的吓人，要房要车要存款，男的呢又结不起婚，女的呢又不想嫁也不想将就，所以这3大光棍群体就没有办法去调和，前景呢就十分的堪忧，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是一对对的成家，自己因为呢错过找对象最好的这个时机而成了大龄光棍。现在的养老院也是越来越多了，光棍抱团养老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赚钱思路。若干年之后他们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相见，但是无儿无女养老院收不收那还不一定。我经常劝那些不论男女能早婚就早婚，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资本，尤其是这个女人，当你事业做到比男人还优秀的时候，你相亲就会发现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男人都不会看一眼，你认为的这个车房你自己都有，但是在多数的男人眼里他们并不在乎，更多的就是想找那些年轻性格温柔，而不是找事业型还有强势的这些女人。男人越早结婚呢，你们就会越容易摆脱以后这个光棍的风险。年轻你们遇到的女人呢，她们可以追求爱情，不看车不看房，看中的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点，只要你疼她就可以。如果你错过了，那你就要去面对现实，彩礼车房等等。所以单身伙伴们趁着年轻就抓紧结婚吧。今天呢有一位姑娘来找我找对象，但是被我拒绝了，因为我确实是介绍不了。她刚联系我的时候真的是一顿委屈哭诉，说自己压力特别大。那我听着心里也很难过也就一直安慰她。但是我跟她沟通之后真的有一句话我想说，叫做可怜之人呢必有可恨之处。那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士的这个个人情况83年出生，硕士学历，有车有房，企业的中层领导。其实当我看完她的这个资料之后就心里有一些打怵，因为我知道给这位女士找对象那肯定是特别困难的。往后呢就看到了这个女士的自我介绍和择偶标准都比较简单，择偶标准呢就4个字，有责任心。
那正常情况下看到这4个字的话，那可选择范围啊就是非常广的。一般只要男士的人品三观啊端正，那基本都是符合有责任心的。看完这个资料之后，我就跟这个女士聊天呀，她跟我说自己现在啊就特别焦虑，不想过了40之后啊再结婚，只要有一个差不多的，她就能立马结婚。我先是给她分析了一下现在的这个相亲市场对她不利的一些情况，其实呢也是想给她打一些预防针的，就是她不可能找到她理想的另一半，必须要降低要求。那姑娘的性子呢也比较着急，就跟我说啊，自己不再挑了，也没有要求了，希望我呢一定帮她找到一位。她想今年结婚。那我就问这个女士啊，你的择偶标准只是有责任心就可以吗？插个小话题啊，大家千万不要看女人征婚资料上的择偶要求，好多女人啊在征婚的时候，这择偶要求啊写的就是有眼缘，或者是有感觉，或者是人品好等等。那男士一个个都很兴奋呢，以为遇到了一位不挑的主，仿佛你们遇到了真爱，马上就可以结婚了。当你兴致冲冲的加上女士好友，你却发现人家要求车房年薪啊一个不落。我也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大多数这样写的女士呀，她的择偶要求啊往往越高，因为她想要的太多了，写出来怕男士说她太物质，或者说她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种是最可怕的，看感觉的最挑。所以男士们啊一定要小心一点。那刚才我有说到，我问女士择偶要求是不是只要有这个责任心就可以，女士啊就跟我说啊，起码要有房子呀，学历差不多本科以上的呀。那我问她这个离异能接受吗？女士就说啊不接受，最好是未婚的。问她工作普通一点的上班族可以吗？她说想找自己干的。问她房子在郊区行不行？她说呀要在市里，而且全款，工资呢不能比她低，年薪啊要在10万以上。我最后问她这个外貌条件有要求吗？她跟我说呀，个子啊起码要在175以上，长相中等呀。沟通完之后啊，我直接就回复那个女士，我这边资源真的有限，没有办法帮你交到对象。女士一听啊就特别着急跟我说呀，如果你都不帮我，那我就没人帮了，生活圈子里他们也不给介绍，那我上哪里去找男人呀？我不想再拖了，我想今年结婚。其实呢资源啊肯定有，但符合这些要求的这位男士啊肯定不会选择这个女士。单独一个条件来说的话，那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当所有的条件都加在一起，难上加难，甚至是万里挑一。很多大龄姑娘她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要求多，比较挑，这不行那不行，但是心里那一关啊她接受不了。年轻没找到优秀的，年纪大了找了一个还不如年轻时候认识的，她就更不甘心。自己未婚要找个离异，那亲戚朋友面子她也过不去呀。希望大龄姑娘要清醒一点，你现在面临的不是去选择，而是有多大概率被选择上。现实有多残酷呀，怕是只有时间会告诉你，到了那一天呀，后悔也来不及了，清醒一点吧。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们，有些仙女真的是注定一辈子结不了婚的，不是想不想结婚的问题，而是她们真的太事儿逼了，真的是自绝后路。有一位姑娘来找我找对象，我听了要求之后直接拒绝了，真心是伺候不了。这个姑娘呢是90年的，身材不错，长相呢也很好，工作在这个事业单位吧，来找对象就一副很高傲的姿态，说自己的衣服啊都是国外代购的啊，化妆品都是名牌，所以呢婚姻呢也绝对不能这个降低要求，降低她的生活质量，起码找到一位这个能供得起自己啊生活开销的男人。我就问她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她说自己每个月这个服装首饰化妆品啊大约在1万左右啊，吃饭之类啊每个月在5000多，生活娱乐这一块呢每个月也要在4、5千等等，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就有2万左右。那我问他工资多少钱，这些开销来源都在哪里？他跟我说呀，他的工资只有6000多，之前谈的这个男朋友啊由他们来负责，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他自己啊就会比较节省一些，一个月花销在这个4、5千左右。我越听啊越觉得有些来气，没人养他就花的少，有人养他就花2万多，那这是吸血鬼吗？
最后呢，我就跟他说呀，我这边庙小，确实也没有那么多大佛，就把他给拒绝了。有的姑娘真的是看不清现实呀，你还以为自己是20出头的年轻小姑娘吗？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你真实的想法，还是觉得到我们这个婚恋平台了，狮子大开口碰运气，能不能遇到傻子？那这些人呢，注定一辈子是结不了婚的。你不照镜子就来提要求，是真的觉得自己是仙女吗？现在的80后还有30%没有结婚，90后呢还有50%是未婚的，你自己心里还没有数吗？30、40的人还要找未婚的，长得帅的，年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那彩礼动不动就要10万20万，这类人呢真的是靠自己的实力单身的。现在00后都开始相亲了，他们的要求啊很简单，就是想找个对他好的，能疼他的。那男士找他们难道不香吗？那些30多岁的还在挑，还有那些父母啊，嘴里说着着急啊，心里想着找个金主来接盘的，天底下好事都让你们占了呗，把婚姻当买卖，怎么你们是镶金还是镶钻了呀？再过几年可能就停水停电了，心里难道还没有数吗？又想早点结婚，又想找个金主，你这样挑剔啊，最后害的只有你自己，还得到处给自己找面子说啊，自己喜欢单身是不婚主义，其实心里啊巴不得明天就结婚。仙女们，咱们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你要么要钱，要么图他对你的好，你别什么都想要。这老天爷啊，他都是公平的，你什么都想要，注定啊什么都会没有。你看看那些婚姻幸福的，不是那些开豪车住别墅雇保姆的，而是有家一起回，有饭一起吃，你生病身边有人陪的。你们都懂了吗？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有钱人也是，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多点少点那都能过，但意外呀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来。你看谁能在床边能照顾你？你用钱呀动不动10万20万的彩礼去逼走爱你的人呢，真的有一天会有报应的。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提问一辈子不结婚可以吗？在下面好多的回答当中啊，有一位这个53岁的大姨回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如果你还未婚呢，请你一定要听完。我53岁了，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我的工作呢是公司主管，工资呢不高呢也不低。我不喜欢小孩，对婚姻啊也很恐惧，所以我就选择了不婚不育，主要是向往自由，还有呢就是性冷淡。由于我的性格呢比较强势，我的父母啊都不敢说我，后来呢总是吵架，他们也就没再逼我了，但还是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有生之年呢没能看到女儿出嫁，自己呢抱不到外孙，一定会很难过吧。自从他们走后，我迷茫了，空虚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到底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对还是错？我为什么不去尝试找个好男人，生一个孩子，起码能给这个家庭啊带来欢乐和活力？至少我现在还有家人，我到70多80多还有一个家庭。我不婚的结果呢，就是我现在没有家人了，这种深深的孤独感，不知道你们懂吗？年轻时我很独立，自己啊跟老乡来城市里闯荡，对家人呢也没有什么依赖，孤独啊也只是一时的，因为那时候老家还有父母亲，每年呢都期待着能回家。可现在这种孤独感啊又接踵而来，迟迟不走，因为没有亲情啊帮我驱散了，我回不了家了。原来我这么多年不结婚的底气啊，不是我独立，也不是我坚强，而是我有家人在，我父母在，是他们给了我不婚的底气。年轻想要自由，中老年啊就会付出代价，要么自由，要么孤独，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我不愁养老，毕竟啊有存款，以后呢也有社保有退休，但是我也怕自己有一个万一，钱呢又不敢乱花。那些说一个人想花就花的，真的想得太美好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啊，无儿无女的更不敢乱花钱了。曾经生病过，以前老妈还在的时候啊，都会来照顾我，现在她也不在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曾经子宫瘤做手术，都不知道要叫谁来，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叫我的堂妹啊来帮忙照顾我，但她很明显不是那么乐意。毕竟我没有养过他，他呢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人，当然呢也有叫护工，但是有些事儿啊不是叫护工啊就行了。
老了之后呢，各种疾病啊是明显的多了。这种不大的手术我还能自己签名，以后不能签名的时候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怕自己啊突然就老年痴呆了，就任人摆布了。也希望他们呢能够不要折磨我，给我一个痛快。我去看过养老院，贵的养老院呢，我活不到80岁我就交不起了，还没有算上这个通货膨胀啊、费用上升等等因素。一般的养老院呢就没有那么好了，大部分养老院里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他们好像就只剩了一个目的了，就是等死。我看到之后啊都很害怕，真的不想去那里度过余生。回到家之后啊，家里特别安静，安静到可怕，只有狗叫声，没有人语。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呢还会说说话，现在啊静得可怕，家里有狗，这是我唯一的寄托了。再过2年他就10岁了，也要走了，到时候又是一个沉痛打击。真心想对有想法不婚的人说呀，要么有伴侣，要么有孩子，不要什么都没有。你现在有底气是因为你有家人在，还有就是啊，好好的陪伴家人，工作朋友再重要也没有家人重要。我现在觉得陪他们的时间啊太少了，以前没有条件接到身边，现在有条件了，接到身边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走了。那些经常被催婚的，也请你好好的理解父母，不要像我以前一样不懂事儿，跟他们去吵去冷战，好好坐下来去谈，不要伤他们的心。他们啊也是为你好，他们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或者说出的大道理你们也不听，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懵懂，不要像青春期一样叛逆啊，伤了父母的心。长大做了父母后啊，你就会后悔啊年少时的冲动。你们知道吗？北京剩女高达40多万。我天，这个数字真的，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好像是关于这个北京剩女的一个北京的一个大妈呀，评价特别精彩，我给大家看一下。咱北京的就是40岁的大龄女青年嘛，都是研究生、博士生，为什么她不要孩子？为什么她不结婚啊？现在都后悔的，为什么？压力太大，这竞争多激烈啊！现在这个40岁的这些女同志吧，就40以上的这个博士生、研究生的女孩子，说原来无所谓，到现在了。你打听那个学习不好的那个，家庭条件不好的那个，就最多上个大学的那个，都结婚了，人家都有孩子，人家一家也对比一家3口，人家生2胎的，人家到节假日人一家4口旅游、3口旅游，他干嘛去？他爹死了，妈也死了，就剩他自己了，就上那个美容院就坐着，一天坐2天，一礼拜2天，你坐着吗？你老美容去？现在这种大龄女青年多吗？40万，北京40万啊，你以为这么多啊？我爹妈都急死了，爹妈都急的都像我，就跟我这样的爹妈都急的都跟神经似的。他也让人当姥姥了，可不是嘛。我的孙子的一个同学，他爸爸是研究生，1.92米的个儿，就因为生了一个女孩，他爸爸一个人当了他爸爸一人，他妈上班，他爸爸一人就带厉害，现在带到出山了。我说他付出多大代价？如果要说像我们那年代的话，我们生完孩子我们就给就托儿所啊，这阿姨好着呢。据您了解，这些大龄女青年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他学历太高，他毕业的时候就30了。他进了企业以后的话，他凭着他的学历熬是高管的，他一熬到那就40了。哪个男人也不愿意找跟自个儿同样学历的人。你比如我是男的，我要是博士生，我就愿意找一大学生，你别压着我。可是女同志吧，现在她有什么特点？人家为什么离婚率还那么高？结了婚也离呢？女同志因为她地位高了，她挣钱比你不少。你还没说他呢，他就不乐意了，他要的太多。你像我们那年代的话，就是离婚率相当的低。对，大一辈子闹一辈子。是。刚出完了，我从网上什么买一道去，回来我得点一个。老板那儿碰见俩，我老伴爱吃那炸糕，我给买回去吧。乐乐呵回来了，我不爱吃炸糕，我给买回来了。一代人就完事儿了，这代人行吗？说太感动人了。我说那是实话吧。这代人呢，咱别说男同志也是压力大，这个女同志，哎。你为什么对我冷淡了？不像那个初恋那种对我这么好了？你去看手机了，我部分都不问我有生了。那你怎么知道？男同志都这样。这个人与人之间呢，这个激情啊，就有8个月到12个月，到不了1年多，就是人与人激情，剩下就是爱情、亲情啊，对，是不是？主要是亲情。哎，现在你这个大龄的这些高学历的人吧，他学历高，但是他对这社会知识没有。
他就认为你老得拿我当一朵那牡丹似的，牡丹花好他也拜啊，对，他不是老开红骨头，这那花好看，哎，慢慢就面临了，你不认同？那个大龄女青年一般还都学历挺高，哎，都是高学历，低学历的早找对象了，低学历的也放不下。你要说都没念过书的，你别人特别笨，念书也不行。人家家里人一说拆他妈4、5套房子，就我们一姑娘，人家不上班，人家愿意找北京，不愿意找一个外地的，外地的还高学历，外地的来北京的孩子那都是精英，哎，真是精英。人家到家了一挣就2万，到这家了，人说了，你不上班，我养你。为什么呢？这4套房子，我这个房是你的，你在北京你哪可以买4套房子？啊，对，一套房700、800万，谁说的？对，我说对了。最近这半个月呀，跟我打听外国女生资源的男士是越来越多了。我也经常在评论区里群里看到了好多男士在讨论去这个国外找对象的方法，里面呢还有很多条件不错的男士。就有一个新闻采访呢，说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女研究生嫁到了中国山村里，和老公一起是种田耕地，每天呢都觉得是一种幸福。这样的婚姻状态是在中国多少男人羡慕的。特别是现在男女光棍对立不可协调的局面下，一些国外的女生资源，像越南、老挝的，前几年就已经有报道进入到了中国的婚恋市场。那这几年呢，像乌克兰、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一些女生也开始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国婚恋市场。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未来几年国外女生资源呢势必会对中国的相亲市场呢是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当然呢也会形成一种补充。咱们国家为了人口的发展，2胎3胎的政策都在变，现在成了全国催婚催生，但很多的女方家庭是依然对彩礼的要价是只高不低。相亲的姑娘呢也在幻想着通过婚姻呢当做跳板，或者是被毒鸡汤洗脑欧巴的偶像剧看多了，没有自我认知，择偶要求呢又太高，所以现在女光棍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多。而这些剩下的女光棍呢，大概率是绝对看不上那些剩下的男光棍的。最后男人们没办法，只能是另辟蹊径去选择国外女生资源。究其原因呢，国外女生呢是择偶要求少，对房车也没有什么要求，也很少要彩礼的。东欧女生基本都不太要彩礼金的。这个东南亚像越南等国家的这些女生呢，虽然要求彩礼，但是基本都是在1到3万左右。所以找国外女生更加实惠划算。另外国外女生在择偶的年龄上放的也比较宽，她们通常能接受年龄差距比较大的男生。当然对男方呢也会有一些要求，这跟他们国家的这个国民自身经济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甚至呢有一位89年的男士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家里做生意，条件是真不错，都跟我提出想去国外找媳妇儿。我觉得这些行为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中国男人开始对国外的女生资源感兴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姑娘们可以思考一下，尤其是大龄的女士，有一些危机意识并不是坏事。